不就在桌上放着吗？我爸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，似乎不理解我的紧张从何而来。而我这才想起来，那相框的玻璃之前摔碎了，怕装在包里扎手，我索性把玻璃片都扔了，只带着相框和照片。一路颠簸，那张照片没有玻璃压着，我怕弄皱，才一到地方就把照片拿出来，单独放在了桌上。拿着照片干什么？不是，您这捡什么呢？我爸收回视线，随口解释：“爸，就是手痒了，捡点东西练练手。”说完，放下了剪刀，手里是件成型的小裙子，剪纸花纹精致，用胶水贴在照片上，刚好跟那件白裙子重叠，竟然也不违和。我爸手巧，以前在村里过年的时候，剪纸、写对联、画福字，样样精通。只是我妈去世之后，好多年都没动手了。但我的爸爸爱拿个鬼玩剪纸游戏，您也是独一份了。我心惊肉跳地走过去，从我爸手里把那张照片抢了过来，叫我爸拿别的东西练手。在之后，趁着我爸跟徐子恒聊天，赶紧躲进了卧室里，趁着胶水没干彻底，想把那张剪纸抠下来，奈何粘得牢固，根本拿不下来。薛姑娘也毫无动静，我心情忐忑，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，只能给徐子恒发消息求助。估计是正跟我爸聊天，隔了一会他才回复：这栋楼有我师傅布下的阵法，寻常鬼怪是进不来的。薛姑娘跟你有名气在身，可以随同入内，但在阵法内部依旧无法显形，你得带她去外面。我这才恍然，怪不得沈心说这栋楼附近很干净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因为刚搬过来，所以做饭的厨具并不齐全，加上搬家太累，也根本懒得下厨，索性点了外卖。等沈心醒了之后，叫下来一块吃了晚饭。我爸看到楼底下有摆棋盘的老人，说要下楼转转，我们三个也跟了下来，确认我爸待在阵法范围内，没有危险，我们才往小区门口走。按照徐子恒的说法，这阵法范围不小，但倒也没大的离谱。除了最近的2栋楼之外，薛姑娘在哪都可以显形。但为了避免大晚上的对着空气说话吓到小区里的居民，我们还是走到门口，上车之后才把那张照片拿了出来。这一次还没等叫，他就主动显了形，视线定在我手上的那张照片上。黑白照片上的大红色的剪纸格外扎眼，我下意识用手压住照片，他却身形一晃，身上的白裙子变成了鲜艳的红色，花纹样式都跟我手里的那张剪纸一模一样。我一愣，你喜欢红裙子？他点头，之后就不再吭声。我也只能摸了摸鼻子，问起正事，你还记不记得害死你的人是谁？目前看来，薛姑娘被困在相框里无法投胎，显然是被冤死的，因怨念执着才成了恶鬼。陈喜显然是颗棋子，他背后的人虽未露面，但对于薛姑娘的存在显然是知情的，名气与直播或许都跟薛姑娘的死因有脱不开的干系。薛姑娘闻言朝我看了过来，直到盯得我心底发毛，才蓦然开口：那些人都得死。我一愣，追问哪些人？戴戒指的人，黑色的人。他一句话没说完，忽然红了眼珠，周身阴气弥漫，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。原本平平的语调也成了尖锐的叫声：死，都得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磕磕巴巴开口，被薛姑娘忽然的失控吓了一跳。快让开！徐子恒没答话，反而猛地发力，把我按倒在了座椅上，之后咬破手指，以血化符往阴风最盛的那个点贴去。当啷一声，被阴风裹起的汽车装饰砸在了我身侧的车窗上，黄符无风自动悬在半空。薛姑娘周围被一圈透明的屏障隔绝，惨白的一张脸嘶吼扯动，十分骇人。沈心也从前排探过头来，捂着太阳穴，震惊地盯着薛姑娘。不是，她怎么忽然就发疯了？徐子恒叹气解释，越是枉死的鬼魂，对报仇的执念越深重，那股执念也是鬼魂留在人间的原因，执念越强，力量越大，甚至可以在人前显形。但与此同时，怨念霸道，一旦鬼魂完全被其掌控，成为怨气的载气，被吞噬，就会无差别残害人命，直至被天道所罚，
灰飞烟灭。所以，尚保有理智的鬼魂，都是刻意压制怨念的结果。你提起他的执念，唤醒他身体里压制的怨气，他当然会失控。我一愣，没想到还有这种说法。沈心却觉得奇怪，问道：“因怨念而存活的鬼魂，却要压制怨气，忘掉愤怒，才能留在人间，那要怎么报仇？”鬼魂滞留人间，寻仇索命，本来就为天道所不容，自然要受罚。可他是冤死的呀，要罚也该罚那些坏人，不是吗？徐子恒沉默半晌，才低声说了句：“人死不能复生，是非曲折，连天道也无法保证绝对公允。”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弟弟，沈心死死咬着下唇。车里氛围沉闷，我见状赶紧开口问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薛姑娘反应依旧强烈，怨气一下一下撞击着徐子恒布下的隔离罩，眼看就要冲破阻碍，再次失控。徐子恒表情凝重，因执念失控的鬼魂，只能靠魂体本身与怨气抗争，也就是说，只能等。是我不该问那句话。我攥着相框，后悔得恨不得抽自己2个巴掌。好在等了20分钟，在符咒被撞掉之前，薛姑娘到底安静了下来，狰狞的鬼态消失，她茫然地盯着隔离罩。我试探着问：“你没事吧？”她摇头，伸手要去摸那张黄符，却被徐子恒拦住，提前拿走了符纸。“别碰，这是困鬼阵，掺了活人鲜血，会伤到你。”薛姑娘抓了个空，这才缩回手，朝我看过来：“你刚刚问我什么？”似乎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过什么。我后背一僵，不敢再乱说话。还是徐子恒表示，我可以问问题，只要不直接提起死因就好。旁敲侧击，但结果却并不乐观。对于陈喜幕后之人是谁，他一无所知，现存的记忆都是生前在别墅里居住的场景。他平时都是保姆照顾，爸爸和朋友们会去看他，是很普通的有钱人家小姑娘的生活经历。可他怎么会死呢？那么小的年纪，还变成了这么强大的恶鬼，到底是多沉重的怨念才会这样？我心里默念已知的线索，那栋别墅，我或许得再去一次。这么想着，忽然灵光一闪，之后戳了下沈心的肩膀，问：“你有没有去过你弟弟直播的地方？”沈心点头，在西城区杨朝门71号。我一愣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不是在郊区吗？”“不啊，在市内，好像是一栋西洋小楼，很旧。”沈心表情疑惑：“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”我摇头，意料之外，却也在情理之中。沈龙死了，我活着，他跟我接触到的鬼魂不是一个，直播地点自然也可能不同。是我先入为主，以为他也是在别墅里直播。那你在那儿有发现什么线索吗？沈心摇头：“没，那小洋楼有人守着，我进不去。附近虽然有鬼魂，但也不像恶鬼，而且我没找到小龙。”说到最后一句时，他声音很轻，显然觉得挫败。为什么没找到？徐子恒不解，遇害死亡还是签订了冥契的魂体，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，况且他连头七都还没过。是啊，可这段时间我找遍了小龙会去的每个地方，都没能找到他，他的魂魄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薛姑娘状似在听他俩对话，但实际却在认真盯着前排的汽车摆件。那是个会自动摇头的小光头玩具。薛姑娘小幅度跟着摇头晃脑，眼神憧憬。车里昏暗的灯光掩掉了她身上的鬼气。她坐在那，像个还活着的小姑娘。我想起她刚才发狂的恐怖模样，忍不住去想，到底是怎么样的畜生，竟然忍心伤害这么小的孩子。不行，那栋别墅要尽快去，包括沈龙直播的那个小洋楼也不能忽视。直觉告诉我，那2个地方或许藏着这些诡异事端的真相。听我说要去别墅找线索，徐子恒立刻提出要跟我一块。师傅说这是我命定的历练，应该就是想让我跟你一起查清真相的。那我也去。沈心转过身开口，声音却带着克制的陡意。而我这才注意到，他面色惨白，额头上也挂着细汗，显然隐忍痛苦已久。你怎么了？哪不舒服？他之前怨气入体，魂体本就不稳。徐子恒把手放在他额前，嘘嘘一叹，补充道：“
刚刚又被失控的恶鬼冲撞，现在更虚弱，随时都有离魂的可能。那别墅呢？我问。徐子恒冲我摇头，话却是对着沈心说的：“我建议你最近不要离开这里，待在我师傅的阵法内养魂固魂，否则一旦魂魄离体，会很危险。可我要给小龙报仇，一旦离魂命都没了，你还怎么报仇？”沈心咬牙，显然不想妥协。不能给小龙报仇，我活着又有什么意义？徐子恒跟沈心谁也说服不了谁，一时僵持。但我很清楚，沈心是在跟自己较劲。他觉得自己害死了弟弟，所以愧疚，不能忍受任何逃避的概念。留下养魂，就像是为了活命而放弃弟弟。所以我开口：“沈心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，暂时先留下？”还没等他反驳，又说：“不然让我爸一个人留在这，我实在不放心。”这话一出，他果然犹豫了。我索性接着劝：“你有天眼，脑子也灵活，一旦出事还能求救。但我爸上了年纪，连手机都不太会用。你的意思是让我照顾庄叔叔？”对，我爸不知道那些事情的存在，毫无防备。如果我离开后，他真被那些人发现行踪，恐怕凶多吉少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到杀害你弟弟的凶手，给他报仇的。再三犹豫，沈心到底点了头。我们打算下车，先回去睡觉。薛姑娘飘在我身后跟着，也要进小区。徐子恒嘶了一声，看着她那一身红裙子：“你这样好像更吓人了，能不能变回去啊？”薛姑娘却摇头：“爷爷给的，不换。”我一愣，爷爷给的是什么意思？裙子是我爸用红纸剪的，可他明明说是在练手。薛姑娘在阵法内不能现身，如何跟我爸交流？我爸如果知道薛姑娘的存在，又怎么可能什么都不问？这不对劲。再三询问，薛姑娘才说清楚原委。她入了我爸的梦，在梦里嫌弃白裙子不好看，问我爸能不能给她一件新裙子。我爸同意了。看到桌上的照片之后，估计是猜到了些什么，这才会拿出红纸兑现承诺。徐子恒问：“可你跟庄叔叔非亲非故，怎么能入他的梦？”见我不解，徐子恒这才解释：原来鬼魂入梦是有限制的，除非血缘至亲以及生前亲近者，否则是不能随意闯入生人梦境的。但这次我却懵了。对呀，薛姑娘跟我爸非亲非故，如果真有关联，怎么可能连我都不知情？我到底没忍住，问他：“你以前认识我爸？”他摇头，那个爷爷身上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我只是被吸引过去，之后就入了梦。我跟徐子恒对视一眼，在对方眼里看到了凝重。是什么样的东西？徐子恒问。是一颗很凉的球，外面是蓝色，但里面包着火。徐子恒面色一沉，那是灭魂珠。小雨，怎么买个东西去了这么久？我刚想问他什么是灭魂珠，但抬头却刚好看到我爸从小区里往外走，估计是等了太久没见我回去来找人。而他胸前的口袋里猛地窜出一样东西，那是一颗珠子，在夜色下泛着阴冷的蓝光，速度极快地直奔我心口而来。我并未设防，也躲避不及。色调诡谲的蓝色珠子没入我胸口，下一秒消失于无形。一股阴冷自心口蔓延，一瞬间周围的声音都消失了。徐子恒满脸担忧地瞪着我，嘴上开开合合，但我却听不到他在说什么，只看到我爸身体摇晃，摇摇欲坠。我下意识冲过去把人扶住，又是嗡的一声，心口的阴冷消散，汽车鸣笛的声音直往我耳朵里钻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刚才那是什么东西？两声问话同时响起，徐子恒和沈心都围了过来。我感受着身体的变化，摇头。刚刚胸口有点发凉，但现在好像没事了。发凉，徐子恒轻声念叨着这两个字，表情阴沉。果然是灭魂珠。灭魂珠是什么？猜也猜得到，那大概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的心情自然也跟着沉了下来。对了，我爸他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晕过去？徐子恒叹了口气，答话：“叔叔没事，算了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这里不在阵法范围内，不安全。”屋里窗帘拉着，但因为夜里有风，吹的帘子底部一掀一掀的往空气里飘。我爸在卧室还没醒，枕头底下压着一张徐子恒写的安神符。
我们三个则还在客厅。徐子恒挨着我坐在沙发上，沈鑫则搬了个凳子坐在茶几侧边。他先开了口：“你是说小龙体内也被打入了那什么灭魂珠，所以我才找不到他的灵魂？”没错。徐子恒面色凝重，阴阳冥气可以锁魂，即使契约中活人一方死亡，也不会消散，甚至会遵循因果，长久徘徊人世，除非冤魂能进入轮回。但有了灭魂珠，情况却大大不同。一旦灭魂珠入体，灵魂也就打上了烙印。这样的人活着的时候与寻常人无异，可一旦死亡，灵魂就会被灭魂珠撕扯殆尽，彻底灰飞烟灭。一番话说完，沈鑫已然面色苍白。所以小龙他已经魂飞魄散，不能再入轮回了，是吗？徐子恒没出声，算是默认。看向我的时候，表情复杂，掺了担忧和同情两种神色。叔叔之前被抓的时候，身上应该就被放了灭魂珠，只是在见到你之前就换下了那件衣服，所以刚见面时并未触发。而之前在阵法内，灭魂珠被压制，也没能伤你。灭魂珠藏于携带者随身衣物内，当目标出现在范围内之时，自动抽取携带者精气，没入目标心胸。我爸今天下楼确实换了衣服，人走到小区门口，又刚好出了阵法区域。以前总说下辈子的，其实也没当真。可现在明确知道自己是个没有下辈子的人之后，心情还是很复杂。好在徐子恒检查过了，我爸只是损失了一点精气，好好休养就不会有事。徐子恒拍拍我肩膀，一副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的样子。我摇头笑笑，没事，我这不是还活着呢吗？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就算实在找不到，我努力多活几年也不亏。只是你之前说的阴阳契约，灵魂会被绑定，那如果我死了，雪姑娘她会不会？徐子恒重重点头。冥气约束的是两个灵魂，一存俱存，一散俱散。我反复咀嚼着这句话。沈龙参与过直播，也签了冥气，死后灵魂消散，显然是灭魂珠的缘故。那是不是可以推断出跟他签订契约的那个灵魂也跟他一起消散了？我好像猜到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了，只不过还需要一些东西来确认。徐子恒见我许久没出声，问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我眼神坚定地对上他的视线，我在想那栋别墅非去不可。我跟徐子恒是第二天一早出发的，对我爸那边只说要回老房子收拾剩下的行李。徐子恒给了沈鑫不少防身的法宝，都是从他师傅那搜刮的。临出门，我还想再叮嘱几句，却被沈鑫拦了回来：“你们快走吧，放心，我肯定把叔叔照顾得好好的。”我看了一眼他还没完全恢复，有些行动不便的腿，深表怀疑。好了，要是真不放心，你俩就快去快回。沈鑫把车钥匙塞进我手里，拍上了房门。路上，徐子恒开车，我就坐在副驾驶，搜索西城区杨朝门71号。那地方在市内，比起别墅要近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打算先去那边。设好了导航之后，我退出导航软件，又一次在搜索框输入了地址。浏览器里弹出来的搜索结果五花八门，我直接忽视了前面几条的广告，往下面翻找。之后被一行来自贴吧的文字吸引了注意力。杨朝门71号那栋小洋房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听人说是闹鬼。我心里一颤，点进去看完整帖子。1楼楼主中介推销的，说价格特别便宜。2楼别买，我也是中介，那房子不对劲，邪门的很。在前公司的时候，带客户去看过好几次，每次都会遇上事。明明屋子没人，但是一到半夜12点，灯就会忽然亮起来，断电都没用。梳妆台也是，只要有人经过，就能看到镜子里有个上吊的人影。可后来那镜子都拆了，一块木头上竟然还能映出影来，你说这多他妈吓人！3楼这个价格，别说闹鬼，就是跟鬼住一块都是捡了便宜。4楼、2楼真的假的？骗人吧，哪有这么夸张？5楼我就住附近，2楼还真没骗人，别的不知道，但夜里亮灯那是，周围邻居多少都见过。那房子是真卖不出去，也拆不得，贪便宜买下来的开发商都急疯了。再往下看，
就没什么内容了。一群路人就2楼到底骗没骗人吵了起来。我顺手往下拉，已经没认真看每一楼都在说什么了。囫囵吞枣的翻着，眼前忽然掠过一行文字：杨朝门71号死过人的，女的杀了自己老公的男小三，当时闹得可大了，怎么都没人知道呢？我赶紧往回翻，去找那条回复，但刚好遇上红灯。徐子恒扭头问我还有多远，我回神，把屏幕调回了导航界面，还有600米，拐弯就到了。徐子恒点头，转弯，目的地出现在了眼前，但我却依旧惦记着那个帖子。到了，就这儿。哎，不对呀，这怎么在施工？一栋小洋楼门窗拆了大半，屋内清出来的砖石沙土都堆在马路边上，不少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来来回回铲土拆砖，尘土飞扬，周围的人路过都用袖子掩着口鼻。我拿出沈鑫发给我的照片反复对比，再次确定我们要找的就是这栋楼。跟徐子恒对视一眼，他找地方靠边停车，而我则从副驾驶跳了下去，绕开沙土堆，拉住了一个工人，让过去一盒烟。小哥，我打听一下这房子怎么回事。那小哥打量我好几遍，才直起腰接过了那盒烟。就装修嘛，内墙打了重建，要隔个厨房出来。厨房？要开饭店呢？那小哥把烟盒揣进兜里，才抹了把汗。应该是吧，咱就是个打工的，老板要干啥咱咋知道？可是我听说这房子不是不能拆吗？你也听说过？那小哥表情一变，压低了声音：这房子是邪门的很，第一次施工的时候摔伤了4、5个人，工程也前前后后压了2年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上个月忽然就重新动工了。我佯装惊讶，不动声色地继续追问：怎么还摔伤了呢？没系安全绳？系什么安全绳啊？根本不是高空作业，要不怎么说邪门呢？人是从窗户里被活生生推。胡三，你干什么呢？那个叫胡三的小哥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人一嗓子打断了。不干活又偷懒。说话的人戴着白色的安全帽，背着手走近，像个小领导。他眼神狐疑地走近了，瞪着我和徐子恒：你们是什么人？乱进施工区域干什么？我赔了个笑脸：我们是干中介的，之前听说这房子有点邪门，动不得工，但今天一看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周围几个工人朝我俩看过来，似乎有话说，但小领导眼含威胁地横过去，那些人就都低下了头。还没等我说完，小领导就烦躁地摆手：胡说八道什么？那都是造谣，这房子不是好好的吗？别乱说呀，没事赶紧走，别耽误我们干活。相当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，推搡着我俩离开。无法，我跟徐子恒只能先上车，但车门刚一关上，徐子恒就扭头看了过来：小庄哥，以前师傅带我来过这。